问题一：病出短暂的上呼吸道感染样症状，是否可以看作甲型病毒性肝炎的前驱症状？思路：患者为青年男性，急性起病，在短暂的上呼吸道感染样症状之后，出现明显的消化道症状，肝功能异常。这种上呼吸道感染样症状可以看作急性病毒性肝炎非特异的前驱症状。知识点：急性病毒性肝炎的前驱症状：甲戊型病毒性肝炎起病较急，60、80，患者先有发热、畏寒、疲乏等非特异的前驱症状，与短暂的病毒血症有关，常误诊为上呼吸道感染。症状的轻重和时间长短可有很大不同，可自数日至2周，也可无明显前驱症状，而以黄疸及消化道症状为最早的表现。乙、丁型病毒性肝炎起病相对较缓，仅少数有低热。问题二：为排除药物性肝损害、酒精性肝炎、脂肪性肝炎及遗传性肝病，应补充询问哪些内容？思路：应补充询问个人史、既往史及遗传病史。该例患者近1个月内无用药史，无长期饮酒习惯，无毒物及放射性物质接触史，体型偏瘦，否认2系3代，有遗传病史。问题三：该例患者最有可能的肝损害原因是什么？思路：该例患者为青年男性，急性起病，黄疸虽以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但伴有较明显的消化道症状及肝功能异常，近期无用药史，也无长期饮酒及遗传病史，应考虑急性病毒性肝炎。经当地医院检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为阴性，应首先考虑甲型或戊型病毒性肝炎。问题四：询问该例患者的流行病学史，应注意哪些内容？思路：对于具有传染性的急性感染性疾病，明确流行病学史是建立诊断的重要依据。流行病学史的询问内容应根据不同疾病而定。对于该例患者，需询问：一、当地人群特别是密切接触人群是否有类似病例；二、发病前6周内是否去过急性病毒性肝炎爆发流行地区；三、发病前6周内有无进食不洁食物或可疑污染水；四、发病前6周内有无接触有类似表现的患者。注意，对于急性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流行病学史至关重要，每例患者都要仔细询问。该例患者的病史采集有此缺陷，应引以为戒。补充流行病学史：无业，发病期间家人、朋友均无类似症状，病前3周去外地旅游，曾多次在路边排档就餐。既往体健，5年前曾经接种乙型肝炎疫苗。问题五：病史采集结束后，下一步查体应重点做哪些？目的何在？思路一：该例患者的查体重点应包括：一、有无皮肤巩膜黄疸，明确诊断并判断病情；二、有无角膜色素环 KF 环，排除肝窦状和变性病；三、有无浅表淋巴结肿大，排除其他感染性疾病或肿瘤；四、神经系统，如有无烦躁、易怒、表情轻快或少言寡语、失眠、定向力减退、计算力下降等肝性脑病的早期表现；五、呼吸道，包括咽部和扁桃体及肺部体征，了解有无呼吸道感染；六、腹部查体，应全面仔细，包括肝脾区有无叩痛、有无肿大、腹部压痛部位有无反跳痛、墨菲征是否阳性，以及肠鸣音有无活跃等；七、其余部位，如关节有无红肿痛、脊柱有无压痛等，也应检查，了解有无感染灶，以及为鉴别诊断提供依据。思路二：上述体征对判定病情严重程度或并发症是否有一定的帮助？如果患者的临床情况较差，特别要关注其生命体征、体温、呼吸频率、脉搏和血压等，同时要注意观察患者的意识状态、定向力与计算力变化，有无行为异常，警惕肝性脑病。入院查体记录：体温36.5摄氏度，脉搏70次每分钟，呼吸18次每分钟，血压115/80 mmHg， 神志清，精神可，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皮肤巩膜中度黄疸，全身皮肤未见皮疹，咽无充血，两肺呼吸音轻，未闻及明显干湿落音、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腹平软，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及，肝区及双肾区叩痛阴性，墨菲征阴性，移动性浊音阴性，双下肢不肿。
颈软，克尼格征，布鲁金斯基征阴性，双膝腱反射对称存在，双侧巴宾斯基征阴性，四肢肌力、肌张力正常，关节无肿痛，脊柱无压痛。